谢谢你经过，陪着我，陪着你守候，陪着我，风雨中起落，不愿你孤单身影，再让苦水空淹没。我记得那年的日落，我记得褪色的承诺。如果不能牵着手，就让最善良的梦陪到最后。哎呀，没东西了，骗人！哎呦，真的看得到啊！哎，哎，志英叔，干什么？哎，刚才我看到有东西，东西。哎呀，看什么东西？你老花，我们要上班了，志英叔。我没有老话，真的看到有东西呀！哎呀，不要乱讲话，不要吓到朋友哦。现在是吓到我啊！黄老师你好，我是可华，是朋友的老板，也是慧琪的妈妈。你好，原来你也死了。所以说你的女儿慧琪，她是可以看得见鬼。嗯，难怪那天她看得见我。突然走了，是不是很舍不得啊？其实也没什么舍不舍得的，反正我一个人了无牵挂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。常听人家说世事无常，但是真的要等到自己死了，才可以真正的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。啊，对了，一直没有机会谢谢你们17生命馆，那天帮我办了一个那么完美的葬礼。你也喜欢啊？那太好了，那其实是朋友的点子。这个孩子就是心地善良。我当了一辈子的老师，平时对学生要求严格，还给校长和同事们添了不少麻烦。我还以为大家都很不喜欢我，真的没有想到，那天的葬礼上，他们都来了。这就说明大家表面上可能觉得你很麻烦，但其实心里都明白你的用心。作为一个老师的价值，或许在于成就他人，而当你在成就别人的时候，同时也成就了你自己。那听起来，我真的是没有白走一趟了。那当然。好了，我也是时候应该走了。谢谢你。你是一个好老师，教出了好像朋友这样的一个好学生。我也带朋友，谢谢你。那再见。回头再见。金啊，有你真好，至少我可以跟你说说话。你知道吗？我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多了。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只有慧琪，都不知道她以后会过得怎样。哎呀，我原本还想要看她结婚生孩子的。哎呀，其实结不结婚也没关系啦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。我只希望她可以活得
健健康康，然后平平安安，最好呢可以快乐一点，然后幸福的过一辈子。金啊，你说我会不会太贪心啊？喂，少峰啊，今天我学校还有事，晚上就不必等我吃饭了。那你自己也记得吃饭了啊。我知道了，爸。啊？我明天想和同学一起去爬山。好啊，别整天只顾着念书，应该去放松放松自己的。你不用担心我了啊。那你记得好好照顾自己。你放心，你不在，我正好去找老朋友喝茶。那再见了。啊，再见啊。少峰打给你啊，笑得这么开心，你们两父子感情真好啊，太令人羡慕了。谁呀？你听到我啊，金？王老师，华姐。对，华姐，我是华姐，我在这里。林文添加器，不能让他看到。吓死我了！太累了，今天怎么会这么累了？早点回家。回家。金啊，金，我是华姐。金啊，你听我说，我没有恶意。不用管我，你先吃吧。可是你让我觉得我很像一个肮脏鬼。不关你的事，这是我自己的个人习惯。你尽管吃吧。那我不客气啊。哇，真好吃。可是你平时都是这样啊？你吃什么做什么都会这样清理的啊？是啊。你上次不是问过我了吗？啊，那个不是我。不是你，那是谁啊？是我记性差忘了。所以你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啊？嗯。他们说有强迫症还是有洁癖的人，都一定有他的原因。你自己是医生，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有啊。我想大概是跟我小时候在孤儿院长大有关吧。小时候会以为是因为自己不乖不听话，父母才不要我，所以我在孤儿院呢就特别乖，特别听话，当个爱清洁的小孩。我以为这样，他们就会来接我。长大后呢，才知道他们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联络方式，应该就是存心不要我了。不过我还是格外的要求自己，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呢，都要表现得比别人好一点。可是你这样不累啊？怎么会累啊？孤儿院的孩子那么多，那你照顾我们的阿姨才累呢。所以我尽量不要给别人添麻烦，当一个不让人讨厌的小孩啊。后来我也是出当了我的赞助人，
我就觉得这机会非常难得，以后呢一定要好好回报他，所以也很努力的要求自己，但是也不知不觉变成了一种习惯。我看你给自己这么多压力，那你自己觉得辛苦吗？这世界上比我辛苦的人还要多，我觉得上天给我那么多机会，我已经很幸运了。我到家了。嗯，那就再见了，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其实，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。以你现在的样子跟条件，还有你这个人，没有人会不喜欢你的。你已经很努力，也做得很好了。就算麻烦一点别人，那又怎样？你不需要为了取悦任何人，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。因为现在再也没有人会丢下你，也没有人会不要你了。谢谢你。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对我说这些话。可能我比较多管闲事，话比较多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谢谢你。没事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在想什么？这么开心？没有啊，你干嘛神出鬼没？我是鬼，当然神出鬼没。倒是你去了哪里？身上有男人味，有吗？而且是浩明的味道。为什么一定是他？你以为你有几个男性朋友啊？你快点从实招来！你们两个刚才做了些什么？没有啊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啊。什么都没有做。那为什么身上会有人家的味道？哎呀妈，不要管这么多啊。不对，为什么你知道那是他的味道？我何止闻过他的味道，我还看过他的身体。妈，你太过分了吧！哎呀，我也是不小心看到的啦。不过你该不会也看过吧？哇，你们发展的太快了。虽然你已经是成年，但是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妈，你为什么满脑子都是这种东西？我跟他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Of course。如果是普通朋友，你就不会在出门之前换了5套衣服，然后再换回第1套。如果是普通朋友，你就不会一回到家里就一脸不舍，若有所思，笑得甜蜜蜜。谁说的？你妈我也是谈过恋爱的，搞不好我的经验比你还要丰富。所以啊，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或者感情方面的问题，又或者是你要我帮你监视他，你告诉我，我会帮你的。我说过了，我跟他只是朋友。你爸跟我啊，以前也只是普通朋友，后来就渐渐的变得不普通了。总之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看着办。还有你啊，不要再背着我跟着他了，知道吗？
摔得起，好的来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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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摔得起。你说你在搞什么东西？辟邪啊！我觉得我们店里最近有点怪怪的。昨天啊，我用那个手机程序来探测，真的发现有那种东西啊。哎呀，静书啊，这些手机程序你也相信啊？你不信那天你又用，我用是用来骗朋友的。你不信我打开给你看。我们是做殡葬业的，看到鬼很正常的。见鬼还正常？对啊，我们是礼仪师啊，我们帮往生者处理身后事，让他们安心的上路，他们不会是非不分，要找我们麻烦的。哎呀，但是不要但是了，万一给朋友看到你疑神疑鬼，他会开始胡思乱想的。我们好不容易才骗到他，等一下他说不干了，我们怎么办？你也不想制造麻烦吧？你大人有大量哦，有怪莫怪啊！我不是有意要冒犯你的哈。以后呢，我们就和平相处，有事没事你都别来找我。7月半的时候，我会烧多一点东西给你啊。知道啦。没事啊，郑一叔，你出去啊转个圈，吸一下阳气就没有事了。马上去。去。妈，过来。哎呀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的。昨天我也不知道他搞什么，忽然间拿电话出来探鬼，那我来不及闪就被他抓到喽。其实啊，我觉得就算让他们知道我的存在，也不是一件坏事哦。怎么可以？我见鬼见了这么多年，我到现在还会害怕，更何况是他们。万一他们知道了，他们一定接受不了的，尤其是那个朋友。去到哪里都不受欢迎。啊，你打开电话查一查，看翠芳在家吗？我要去找她聊天。翠芳怎么了？哎呦，什么事啊？司机大哥啊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开快一点吗？人命关天，谢谢啊。翠芳，翠芳，你怎么了？你哪里痛啊？是不是吃错东西了？都叫你平时别乱吃了，很痛啊！你想干嘛？我帮你。你撑着，一起就快到了，没事的啊。打给谁啊？儿子。妈，你这么这个时候还打过来，大家都在睡觉，我明天还要工作，明天再说吧。翠芳，翠芳，你别吓我啊！翠芳，翠芳，翠芳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死了吗？我真的死了。翠芳，不要怕，有我在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在这里，别怕。没想到你妈就这样走了。
医生说他是肠胃炎引起的并发症，他应该病了好几天了，但是自己又不愿意看医生，才会导致延误就医。他现在身体就不好，老人家怕看医生，所以问他，每次都想没事。慧琪真的有阴阳眼，可以看到我们啊。嗯，我也是死了之后才知道他有阴阳眼的。要是我的女儿也有阴阳眼，可以看到我，那就好了。大吉利是啊，有什么好啊？慧琪就是因为这样吃了不少苦头啊。如果有选择的话，我宁愿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，什么鬼都看不见。说的也对。哎，可华，你看，楼下那个阿斌也来参加我的葬礼呀。我还以为上次我不买他的水果，他会生我的气。你呀，之前哭哭啼啼，现在又这么开心啦？我想开了，每个人都会死，我这样两脚一伸，就这样走了，一点痛苦也没有，算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礼物。我还以为我会一个人孤零零的走，没想到还有你这位老朋友陪着我，真是做鬼也不寂寞啊。我也没想到我们可以结伴来参加你的葬礼。幸好有你，谢谢你。我也谢谢你的苋菜米粉汤。你也在身边啊。那天我上摩天轮，你也在了。怪不得啦，我是怕高的，我一上去啊，紧张的要死。后来啊，慢慢放松了，还玩得很开心。原来你在我身边。那天我也玩得很开心。不过翠芳啊，我要告诉你，人死了之后呢，就有49天的时间可以留在人间，期限一到就要离开了。所以，你还有什么心愿未了吗？我最大的心愿是希望看到我的儿子俊贤回来看我。俊贤，俊贤，你回来了。俊贤，是妈呀！你别叫啦，他看不见你的。先生，请便。你什么人？为什么在这里？这位先生，请问您是？这葬礼的布置是谁的主意？俊贤，你回来了。妈的葬礼怎么可以办得那么寒酸？寒酸？对不起，这位先生，这是翠芳女士生前向我们生命馆事前规划好的。我妈事前规划好的？是的，这一切的安排都是照她的意思。她是不是病到脑袋不清楚？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替她做事前规划？俊贤，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你有什么不满意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商量，有话好好说。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我满意的。够了，别再吵了好不好？你还好说，我不是让你等我回来再做决定的吗？等你开完会，应酬完顾客，然后再跟你的助理约个时间安排，是吧？你现在在怪我？我有工作的，你以为我是开航空公司啊？要飞回来就飞回来。我没有工作吗？早知道你会这样对吗？我就不会让他一个人留在这里了。俊贤，不要吵了，这不关美惠的事。你说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不是吗？当初我是不得已要离开新加坡，才拜托你好好照顾妈。结果呢？结果妈生病了，也没有人知道，她就这样孤零零的走了。你别说到你很孝顺好不好？我问你，你最后一次陪妈吃饭是什么时候？哈？你有带她看过医生吗？你住嘴！我还没说完话。你什么时候主动打电话给妈？还说自己不得已得离开？你也不想，爸死后，妈一个人省吃俭用的供你到澳大利亚读书，你却一去不回来，说什么那里工作环境好，工作机会多。新加坡到底有什么不好？哈，说到底，你就是自私，你只想到你自己。
我不回来，我有问过妈的，是她同意我才做决定的。他能说不吗？你工作都找了，房子都租了，你有问过他吗？他能说不吗？你知道吗？他一个人在房间哭了多少次？你明知道从小到大，他最疼的人就是你，你做什么事情他不是100%的赞同，你还说你寻求过他的意见。他走了，你没有第一时间赶回来，还在这里大小声。结婚的时候，他就说把房子要留给你。我结婚的时候呢，什么都没有，就这一枚戒指。你那么想要，你可以跟妈讨啊！你怪我干嘛？你觉得这是我真的想要的吗？你知道他临走前最后一通电话打给的人是谁吗？是你。到了最后，他想着的人还是你。好啦，别哭了啊！我没有想到美会这样误解我，我是不是很糟糕？我是不是做错了？妈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，翠芳阿姨怎么样了？快哭死了。现在就只有你可以帮到他了。我？等一下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想要借用你的身体替天行道。不行，10分钟就好。5分钟，你要就要，不要就拉倒。No！ 啊，放在这里哦。啊，你帮把另外一个放在另外一边。哎，你过来。你帮我这里的布置重新再set了。啊，还有这些饭菜我不要，那么简单怎么可以？我妈死了，葬礼要办到好看一点。你妈明天要出殡了，我看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对你不好还是对我不好？啊，总而言之，我要给我妈最好的，我要让她风风光光的离开。我花多少钱也是。冷静点嘛，打人呐！干嘛打人？我要替天行道，替你妈好好教训你。你是不是？你是谁？你管我是谁？翠芳死了，你现在才来当孝子有用吗？说什么？你把葬礼办得再风风光光，到底是为了谁？为了你妈，还是为了你自己？当然是为了我妈啊。那你知道你妈喜欢吃什么吗？她就是喜欢吃这碗卤肉饭。她牙齿不好，所以特别爱吃卤肉饭。翠芳年纪这么大，一个人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没事还一个人到处捡纸皮，到底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给你们多留点什么？你知道你妈想把房子留给你，她多怕自己死在房间里，影响房子的价钱，故意拜托我们在她家安装闭路电视。她死后都不想给你们留麻烦啊！一早就委托我们帮她做事前规划，还不让你们花1分钱，她处处为你们着想。最后她得到的是什么？翠芳临死前给你打过1通电话，你记得你在电话说了什么？你记得吗？你要是真心的对她好，有空就应该多回来看看她，多打几通电话关心她。你现在做这些东西，你是想让她走得不瞑目，走得不安心是吗？谢谢。不介意我坐下来？其实你妈没有不疼你啊。知道，她只是比较疼弟弟而已。
你误会了。你不必替她说话。她是我妈，我怎么会不理解她？真的，我跟她是好朋友，是她告诉我的。我怎么以前没听妈提起过你？哦，你不要看我们年纪差很多，我们很聊得来的。是啊，她宁可和别人聊，也不和我聊。对外人比对自己的女儿好。你还在生她的气啊？其实我都已经习惯了。反正从小，她眼里也只有弟弟，有什么事情都先想过他，说要留给他。我也不是真的在意那间房子，我只是……我明白。他只有需要帮忙的时候，看医生、去银行办手续、跑政府部门的时候，才会想起我。没事的时候，他也不会打来问候我，他只会打给弟弟。其实他不打给你，也是因为你经常打给他。其实我也没有真的生他的气，只是有些事情搁在心里久了，心里不舒服。对不起，美惠，妈不知道你在意。你知道吗？你身上这枚戒指是翠芳最珍贵的礼物，那是当初你爸送给她的结婚礼物。翠芳一直认为这是她的幸福礼物，即使他们在最穷的时候，也舍不得把它当掉，就是要把它留下来，给自己的女儿当做嫁妆。她把这个戒指送给你，就是希望你可以像她一样幸福。翠芳这辈子虽然没有大富大贵，但是有你们两个，她就心满意足了。他怎么以前都没把这些告诉我？你还不是一样，没有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？其实翠芳只有你一个女儿，怎么可能会不疼你呢？她心里一直都有你的。你别怪你妈，她有时候说的话、做的事情，会不经意伤害到你。翠芳以前跟我说，你最听话，你最懂事，最让她安心的。她只是放不下你弟弟，才会什么事情都为他着想。别哭了，是妈不好，妈伤了你的心，别哭了，啊！慧琪啊，你忍一下啊，很快就会过去了。哎呀，是不是很痛啊？你说呢？Sorry 啊。你不要再跟着我了。不跟了。姐，刚才谢谢你了。是好朋友就别说这些，你以前帮我的还会少吗？可是，要不是因为你，那些藏在我心里的话，就没办法告诉美惠了。幸好有慧琪啊，这段期间其实她也帮了不少忙。慧琪现在很听话了，你可以放心了。哪有这么容易啊？你还不走，就是因为慧琪？
总觉得还没有做好准备。你没有把那件事告诉慧琪啊！你要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，一辈子瞒着慧琪？不知道，再看吧。能说的就尽量说，免得将来没有机会。这是你刚才说的话。这一次，我先走一步了。保重啊！我们下辈子还是姐妹啊！一定。我走了，再见。可是我走哪里呀？哦，我也不知道，他们都是向前走就消失的。往前走啊？哦。啊，免费的啊？没有10块钱。对我这么好，我刚才看到你那么大力的给那个男生一巴，咔啪，让你补充补充体力嘛。我打人？嗯？干嘛？又装戏啊？不想负责了对吧？你知不知道啊？按照常理，我们当礼仪师的不应该插手别人的家事。啊，我只是一时忍不住吗？我看翠芳阿姨，她也是我妈的好朋友，在生的时候不对往生者好，死了才来尽孝，自己图个安心，这样大把花钱有意义吗？他们呢，只是想在最后的时刻尽力的弥补，还有掩饰他们内心的愧疚还有遗憾。其实啊，刚刚那个场面，我们当礼仪师的看了不少。有些人为了争遗产，有些人为了宗教习俗，有些人为了骨灰，反正各有各的理由。但是你以后不可以再这个样子，知道吗？毕竟是别人的家事。还有，他们面对家人的离开，难免心里会不好受嘛。不好受就会说错话，对不对？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不过啊，礼仪师教训家属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过。虽然我不认同你的做法，不过刚才我觉得，那除了，我觉得我打耳光也很厉害，要不要够2招？你忘了啊，你已经给过我1招了。对哦，你不说我还差点忘记，那要不要再来一次？不要以为我不会反击啊！我不打女人。不打女人，那我打你！干嘛？吓到了吧？你来真的！姐，对不起。我想妈。我也想。许翠芳，生于1958年，
5月9日，死于2023年8月16日，出殡2023年8月17日。你怎么不接我电话？有吗？我手机里面没有你的 miss call 哎。不要装了，你戏很烂啊。你最近都去哪里了？我去了很多地方，去百货公司逛街，还有吃了很多海鲜。我认真的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令人很担心啊。你笑什么？笑你啊？很好玩啊。怎么？你怕我去死哦？可不可以不要再说这种话？好啦，我以后就不讲“死”这个字，可以了吧？你怎么好像瘦了？是不是身体出了状况？有没有看医生？你怎么这么关心我啊？因为你是我客户啊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公司的发展还有我的生存，我们需要善待客户。我是问你，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大家是朋友，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嘛。我不想只是当你的朋友。你们这些女人，可不可以把话说白一点啊？这里说一点，那里说一点，搞得我很乱啊。还有其他女生这样子跟你讲话吗？有。哎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反正我不懂你的意思，你以后把话说清楚，我不想误会你。你常常误会别人的意思吗？没有，反正你以后不要乱讲。我认真的。不如我们去开房吧。穿越人海，穿过璀璨的灯火，你和我共有这一段到了尽头。当蓦然回眸，记得我们曾拥有，我世界想说谢谢你。